小米我们不要再熬粥喝了，把它倒到锅里面炒一炒，作用太厉害了，解决了很多家庭问题和烦恼。今天就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变小厨房。小米是一种常见的五谷杂粮，它的营养价值极高。对于胃部不太好的人，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小米。但是对于小米的做法，很多人仅仅局限于用来熬小米粥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米的新吃法，比熬粥要好太多了。先准备1碗小米，接着把准备好的小米放入大一点的碗中。小米又叫做小黄米，它的营养价值极高，常吃对我们的胃部还有脾部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。准备好的小米，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它淘洗干净。当然，如果家里面有免淘洗的小米，那么也可以不用淘洗了。因为我家的这个小米买的是散称的，散称的小米我们都知道，摆放在柜台上面，这个去摸一下，那个去碰一下，有些人还会站在小米旁边说话。那么这个小米到底有多脏，我不说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洗完小米的淘米水也不要扔掉了，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。接着再换水将小米淘洗一次。洗小米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双手去搓，只需要用一只手这样抓一抓，把表面的灰尘淘洗一下即可。生活中的小米又叫做小黄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和小米长得非常像的黄米，它是大黄米。虽然颜色相近，颗粒大小也差不多，但是大黄米它的营养价值远远不如小米。所以在挑选的过程中，大家一定要区分开，不要买错了。然后把淘干净小米的水倒进来，把它收集在盆子中。这个淘完小米的水里面的营养价值极高，可以用它来清洗瓜果蔬菜。像我一般平时喜欢用它来浇花，用淘米水浇花可以给我们的盆栽补充养分。题外话就不多说了，接着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，将淘洗干净的小米倒入锅中。这个时候的小米表面湿哒哒的，含有许许多多的水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大火，先把小米表面的水分炒干。这个时候你不用害怕把它炒糊了，因为现在小米所含的水分太多，根本不会将它炒糊。但是呢，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要用木铲子不停地翻炒，直到小米表面的水分完全被蒸发掉。随着翻炒的时间不断延长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锅底会出现一层米糊，这个是正常现象。这是因为小米表面也含有大量的淀粉，在翻炒的过程中，随着翻炒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小米表面的水分就会越来越少。这个时候你也就会发现锅里面的那一层米糊已经不见了。同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，现在我们发现小米开始这样团在一起，这也是正常现象，因为小米表面的水分还没有充分的被炒干。继续不停的翻炒，后期它会自动散开。这个时候我们把木铲子上面粘着的小米用手拔下来，然后将火转到最小，继续不停的翻炒。炒小米没有任何技巧与难度，我们只需要不停地翻动，让所有的小米保证受热均匀。而且这样操作也可以防止小米被炒糊。当然，如果你家里面还有其他的劳动力的话，那么当你翻炒累了的时候，可以换人继续来炒哦。家里面有男朋友的，也可以叫男朋友一起来帮忙。这个是炒到8分钟的样子。此时锅里面的小米已经被炒到了8、9分干。站在锅边炒的过程中，也能闻到小米淡淡的香气了。继续不停地翻动，直到把小米里面的水分完全炒干。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小米的颜色变成了棕黄色，米香味儿也更浓郁了。像这个样子，我们的小米就已经完全炒好了。整个过程用了12分钟的时间。炒好的小米，我们将它倒进大一点的瓷盘子里面，让小米完全冷却。盘子越大，冷却的越快。这个时候用勺子盛出2勺，盛入碗中或者是杯子里面。
喜欢红枣的也可以加上3粒红枣进来，接着用烧到200度的开水进行冲泡。温度越高的开水才能激发出小米以及红枣的有用成分。用勺子充分的搅拌，泡上10分钟的时间，把小米的营养以及红枣的营养充分的泡入到水中，这样一道小米茶就做好了。如果不喜欢红枣的，我们也可以不用放，直接用小米来进行冲泡就可以了。其实小时候喝的小米茶就是直接泡的，根本没有加红枣。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红枣，所以我就加了3粒，既可以增加色彩，也可以增加营养。同时呢，喜欢枸杞的，我们也可以放几颗枸杞进来哦。泡够10分钟后，放置不烫嘴，就可以开始饮用了。这样泡出来的小米茶，没事的时候常喝一喝，对某胃和某脾非常的友好，并且这个小米茶喝起来有淡淡的米香味儿，非常的好喝。我感觉比大麦茶要香太多了。剩下的这部分小黄米我们先放一旁，接着准备一个密封罐。密封罐一定要用开水烫一下，烫一下之后用纸巾擦干里面的水分，要保证这个玻璃密封罐是无水无油的一个状态，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小米保存更长的时间，不变质不变味儿。收拾干净好的玻璃罐，我们就可以把完全凉凉的小米倒进来了。将碗中的所有小米全部倒进来，接着将盖子拧紧，这样我们炒好的小黄米每天要喝的时候随用随取就非常的方便了。就算是去上班，也可以泡上一杯香香的黄米茶来饮用哦。装进来之后，我们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密封保存，可以放上1整年哦。每一次可以多做一点，这样随吃随取就非常的方便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您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请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我们每天可以把它当做下午茶来饮，口味甘甜清香又解渴。别说是大人了，就连小孩子也特别爱喝，喝起来特别的香，有我们小米的香气，还有一点点焦香味，加了红枣之后还有一点红枣淡淡的甜味儿。我们小米茶的做法虽然简单，但是它的用处却一点都不简单哦，里面全是咱们老一辈人的智慧和结晶。那么要说它的用处，感受都不能说，每天把它当做茶来饮，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就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了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